医疗费用限额8000元，交强险引发医疗第三者切入点。很多账单显示，第一天的抢救费用就超过8000块。过度医疗，交通事故背后的疯狂。21000块是总费用，然后这几个药室一共是14000块。医疗第三者，经济观察，敬请继续关注。马上的赵国雄来了。保险公司被认可的这种坏账明显减少了。他就走交钱就可以的，就简单，就这一句话了，就付钱。有些外地的病人看到我这个东西，连一个字都没有看，就把它撕掉了。半年都不说，我就在想，这可能不是什么手术成功不成功的问题，而是我该不该、需不需要这个手术。药、打针、住院，为什么难？为什么贵？13亿中国人明天怎么看病？医改方案揭开未来蓝图，聚焦新医改。在前几天聚焦新医改的报道中，我们集中关注了看病难的问题。今天我们来关注看病贵。看病贵究竟贵在哪里？我们先来认识上海。赵国雄接到了第一个委托案例，当时患者已经用去了21000元的医疗费，其中大部分是药费。他看了患者10多天来的账目，认为里面有5种药品使用是不太合理的，而这5种药品几乎占到总费用的2/3。赵国雄和医生进行了探讨。5个药全部减掉了，每天的药费从1000到1400这样，到我5天以后，每天的药费就10块钱。没必要做的手术做了，没必要用的器械用了，没必要吃的药也吃了。过度手术、过度用药的背后，隐藏的是巨大的经济利益。过度医疗隐含灰色内幕。一个人工关节3万块钱，那是个很普通的进口的人工关节。医疗第三方浮出水面。那用第三方来进行监管，无疑是一种模式。欢迎收看《经济半小时》，经济半小时，关注公众利益。疼，不能动。老人家说话含糊不清，左边身体偏瘫，左腿彻底没有知觉，生活完全不能自理。他希望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医疗第三方，用他的医疗知识甄别医生开出的医疗方案，告诉钱老师一个让他意想不到的内幕。骨科医生就给我说了，他说你这样老王，他说你母亲是不是可以出院了？骨科医生的话让王光辉大吃一惊。在赵国雄的帮助下，王光辉坚信母亲的偏瘫和医生不当使用麻醉剂有着直接的关系。有人说到底什么是医疗第三方？我说医疗第三方就相当于保险公司的医生。我的工作地点是在医院里面，是在病房里面，是在医生的办公室里面，在抢救室里。欢迎收看《经济观察》。看病难、看病贵，一直是我们老百姓和政府都十分关心的问题。我们今天的节目呢，要来认识一位赵国雄先生。通过介入医疗过程呢，就可以大幅度的降低医疗费用。这个第三者的作用真的有这么神奇吗？